如来说，要破除心魔，只有一个办法，让厉天行彻底不再留恋这张面孔。婆婆，不，我不想害你们，更不想害你。婆婆，不怪你，我从来没有怪过你，不怪你，任何人都无法怪你。你已经躲了40年了，40多年没有用真面目见人，换做我，坚持1天2天倒也罢，坚持40多年，长成什么样子，不是你的错。哪个美丽的女子愿意永远遮住自己的容貌，用一张苍老的脸去见人？婆婆放心，我会解决厉天行的。霸州府的益州滩前，严峰帝正亲自给灾民分发，轮到一位大和尚端金钵上前，笑道：“陛下说的真好，不过天灾来了，如何让天灾止住才是正道。”身后众人认出那是如来。接着又来一位老道士，说：“陛下该吃些东西，饱了才好上路。”严峰帝点头，给群臣也打了饭。君臣蹲在街头墙角默默吃完，又排队压水洗碗。如来和道主也上前洗碗，说：“好久不曾吃人间饭食了。”皇帝认真道：“2位道兄该经常吃一吃，不要住得太高太远。”道主说：“高远是为了免俗。”严峰帝问他们能否成真神真佛，2人都说神桥断了，谁也不能。随即只带7位神桥大臣出城，如来与道主率众跟随。走到田间，严峰帝问老农能丰收吗？老农响亮答：“能。”皇帝回头对大臣说：“能丰收。”道主递来一卷开黄结晶，陛下看完若还执意变法，这日月便要换新天了。皇帝接过边走边看，走出100十里地后，合上书卷，沉默不语。道主说：“陛下以众生为念，该知道怎么做了。”严峰帝却说起了童年往事：“我年少时出访缘起国，那里闹雷灾，皇帝跪地请罪，被劈死了。后来才知道，所谓天怒是雷影中降劫，只因进贡少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想我要掀翻你们。”他看着如来和道主，一字一句道：“朕掀翻神便是。”道主说：“若再变法，便是苍天动怒，危及苍生。”如来叹息：“换一任皇帝罢。”道主取来道剑，好话说尽，陛下执迷不悟，只得换了。四面八方，道门、大雷音寺强者倾巢而出，将皇帝8人围在中央。皇帝失笑：“朕还以为你们讲江湖规矩，没想到来朝廷规矩。”如来摇头：“情非得已，请陛下见谅，一起送陛下上路吧。”霸州城西100里之地，杀机弥漫。一尊尊老道士、老和尚元气翻腾，身后凝出3头4臂、龟背浮尘、金刚夜叉等神奇虚影，那是道门与大雷音寺传承万年的底蕴。穷夫子、田真君等人身后也现出大儒圣人、金虫女子、穷神等异象。而朝廷7位大臣气象截然不同，天策上将秦简身后是2口旋转的金简，太尉圆空和尚身后是身缠锁链的苦行僧，司徒秀月清身后是扭曲如蛇的大封闭，上清苏云之身后是一卷书一口齿，各以所思为神。道主摇头：“这又是天魔教教义，百姓日用。”皇帝笑道：“我若去天魔教，说不准也能混个教主。”长耳僧一声怒喝，率先发难，指着全定武骂道：“不敬鬼神的邪魔外道！”全定武冷笑回应：“学以致用，知行合一。长耳僧，你道行浅了些，难逃死劫。”话音未落，2人已如2道流星轰然对撞。全定武身后血海滔天，战火熊熊燃烧，一尊8臂杀神踏马冲出，马蹄踏碎虚空，刀盾枪矛剑戟在8只手中同时舞动。长耳僧周身金光暴涌，大佛虚影在他身后拔地而起，双印齐出，直取全定武要害。全定武竟不闪不避，任由2道斗战胜法重重轰在胸口，肋骨碎裂声清晰可闻。但他同时挥出6臂刀光一闪，斩断长耳僧双臂，盾牌如山砸碎其颅骨，长枪贯胸挑起，矛尖从后心穿出，剑锋抹过咽喉，长戟将残躯高高挂起。血海大佛轰然崩塌，漫天金光碎成齑粉。
长耳僧被挑在脊间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你不躲，便粉身碎骨。”全定武大口呕血，肋骨肩胛尽碎。另一僧人以凌空压下，一掌将他拍入地底，18重诸天宝塔轰然镇压，将他压得骨断筋折。太尉圆空和尚迎上红衣师太，锁链缠身，喝道：“心中有佛，永远成不了正果。待我崩断枷锁，便是立的正果之日。”终于，如来金钵托起，金光暴涨，20诸天神佛从钵中喷涌而出。大梵天端坐最高处，气象巍峨。我以如来大乘经最高境界领教陛下的九龙帝王功。道主按剑不动，剑光却已在周身流转，如银河倒悬。道剑第14篇我只练成一半，便以此半招领教陛下威德。两位神级存在同时出手，天穹变色。炎风帝怒喝一声，9道龙气冲天而起，9条真龙在云层中翻腾咆哮，龙爪撕裂虚空，抓向两人。如来金钵翻转，20诸天层层压落，满天神佛与9龙缠斗在一起，每一击都震得大地皲裂。道主剑光乍起，带着天地万法的韵律倾泻而下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这一剑穷尽天下大道变化，从四面八方同时斩向皇帝。炎风帝双掌翻飞，瞬息间切换10余种神通道门的道剑，雷音似的斗战胜法，离秦宫的离恨天绝，任何招式到他手中都威力暴增。但道主的剑实在太快了，太密了，如潮水般无孔不入。叱叱几声，皇帝身披数疮，鲜血飞溅。如来金钵在压，20个小世界的重量同时落在皇帝肩头，令他的动作变得迟缓。道主剑势更急，每一剑都直取皇帝救伤。炎风帝拼死反扑，9龙疯狂撕咬，但两位神级存在配合天衣无缝，将他逼入绝境。如来和道主对视一眼，下一招便要取他性命。就在如来和道主准备下一招取其性命时，一根竹杖点向道主后心，一口剑刺入如来金钵。两位神级存在同时回身，只见瞎子和马爷站在半空。瞎子被震退2步，赞道：“好本事，修为比我高，比村长那老家伙差了一丝丝。”转身便走。如来和道主回头，炎风帝已不翼而飞。如来叹道：“不必追了。”炎风帝气血枯败，所有神藏都被震碎，就算救回也是个废人了。300里外，秦牧正骑龙麒麟狂奔赶向战场，感应到恐怖波动越来越近，急得催促龙麒麟加速。龙麒麟口吐白沫说：“吃不消了。”突然一轻一挥，2道光芒掠过，又折回马爷和瞎子现身。秦牧连忙说：“如来他们在杀皇帝。”马爷淡淡道：“小事，从前经常换皇帝。”瞎子说：“立天行才是大祸根。”秦牧说：“找到婆婆了，求2位爷爷搭救皇帝。”马爷和瞎子对视一眼，说：“如来和道主一起出手，皇帝必死无疑。”秦牧咬牙道：“皇帝还死不得。”瞎子笑道：“那我们去把皇帝尸体抢回来。”马爷点头：“道主和如来一起出手，肯定是死的。”片刻后，一具身体从半空扔来，砸在龙麒麟背上。马爷的声音传来：“牧儿，你要的尸体到了。”秦牧低头看去，炎风帝浑身浴血，气若游丝，所有神藏已被震碎。这位曾亲自给灾民分饭，与大臣蹲在街头喝粥，说出镇仙翻神便是的皇帝，此刻只剩最后一口气。如来与道主联手推翻皇帝的大计已成，但炎风帝尚未咽气。秦牧望着背上奄奄一息的皇帝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这场神与人、宗派与朝廷的战争还远未结束。